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绿色兵团2代。看这个刀速，这手速是多少呢？每分钟98刀，98就这么厉害，298不得起飞了吧？那操作方面，实际上有3个按钮，一个是刀，一个是使用副武器，还有一个是切换副武器。背景也是一个多层的贴图。毕竟是街机平台的，那我现在捡到了手雷和 RPG， 这样呢，第3个按键就可以在手雷和 RPG 这2个武器上切换。这里是有地道的，那地道下来之后呢，可以发现它和上边的时间是同时的，并不像咱们玩过的磁碟机的版本，那地道呢是和上面分开的。所以说，这也体现了街机平台的街机性能的强大。好，我又捡到了喷火器，喷一下，干掉2个，这个就是 BOSS 战了。前面还有，再喷一下。好，这样第1关过关。那本作呢，一共是有6关，就算6关吧。小的时候玩红白机平台的绿色兵团，还有什么赤色要塞之类的吧，一直觉得这怎么不出续作呀？因为你像忍者神龟之类的，你都可以玩到续作，还有双截龙、魂斗罗等等。但是像绿色兵团就觉得没有续作。实际上当年是出了续作的，只不过出在了街机平台，而且这个机版呢，在当年大陆也比较罕见，所以说很多小伙伴呢没玩过。好，第2关，第2关呢是一个从右向左的卷轴。前面有个出兵的据点，咱们用手雷把它炸掉。跳跃还是按上，但是这个跳跃呢和街机平台的1代一样，它跳起来之后是不能回头的。本作实际上难度我觉得比红白机版要低，甚至比街机版的初代也低。它的难度主要就来自于操作方面，操作性不是很好。尤其跳起来之后不能回头，这一点感觉不是很舒服。大家如果记得红白机的版本啊，跳起来之后左右可以任意方向突刺。好，捡了一个冲锋枪，这样咱们的武器种类就齐了：手雷、RPG、喷火器和冲锋枪。那手雷最大呢，应该是8发 ，RPG 好像是6发，喷火是4发。冲锋枪是24发，但是冲锋枪呢是一次性发射3发子弹，所以说你实际上能使用8次。走路的动作感觉六亲不认啊，服饰上也更加的鲜艳了，穿了一个葱花颜色的服装。好，跳起来给一炮。这里如果稳妥一点呢，咱们再回去再来1发，可以把上面这个干掉。我呢就莽了一下，实际上不管是这种榴弹炮的兵也好，还是这种冲锋枪的兵，你只要移动当中没有停，它是打不到你的，都可以靠着节奏冲过去。这样第2关过关了，游戏的节奏非常快，咱们1分多钟1关。好，第3关。地雷还在闪着光，这个地雷呢也是可以用咱们的武器来轰碎的。来1发，好，把2个地雷都轰炸了。能爬梯子的小兵呢越来越多，士兵的种类也比红白机版和初代要丰富，但是呢会跳起来踢人那个兵出现比较晚啊，前几关都没有。至少目前为止咱们还没发现，这个后面会出的。手雷兵，所有的补给兵种都是红色的。这里我开枪了，可以走桥上和桥下。我选择了走桥下，走桥下的话可以收集更多的道具，并且很重要的一点呢是桥上最后桥头的位置，走到头了。对面有一个冲锋枪在那守着，还是个重机枪。
看就在这儿啊，这个枪一看就很嚣张，发射子弹也很多，一梭子5、6发。好，出现了可以蹲着开枪的兵种。那其实拿枪的士兵呢，咱们之前就遇到了，但是拿枪的这个兵啊，他一般要走到你跟前，把这个枪啊怼到你头上才开枪。好，出现了猎犬，这里呢是 BOSS 战，咱们就在这儿趴着捅了，这样就可以过关。本作的难度降低还体现在一点上，就是敌方拿着刀的这种普通士兵，他呢不是走过来撞你，他的攻击方式是走过来稍停一下，然后用刀再捅你，他有一个节奏的停顿。所以说咱们使用的人物不是那么轻易就可以挂的，他这个停顿呢反应快的话，你还可以反应过来，就是你先出刀，毕竟咱们98的是吧。第4关又是一个从右向左的卷轴。好，下面是一个 RPG， 上面是一个冲锋枪。我选择了冲锋枪，但其实呢，小学生才做选择题，对吧？可以全都要。但我的 RPG 应该是满的，很少用。火车开车了。哎，我开几枪吧，冲锋枪已经满了。下面又有 RPG。那本作一大特点就是道具数量可以叠加，并且可以跨关卡的继承，而且补给的士兵非常多。其实道具是不缺的，一般都要利用地形来消灭特定位置的敌人。像这个敌人，咱们趴在上层干掉他。前方不远又是 BOSS 战，来一发，干掉了一个上面的机枪手。这里也有好几个，那我这回呢就怂一点，咱们利用远距离的 RPG 跟着走。好，把这2个呢都干掉了。是冲锋枪的小兵。手雷兵真讨厌，但好在呢，他的手雷扔不到下层来。喷火器的。好，本关的 BOSS 实际上就是上面这几个机枪手。过关。然后就该第5关了。第5关是真正意义上的最终关，后面还有一个尾巴是把人质救出去。你把人质救出来呢，你要负责护送他们到飞机上。最后一关还是有难度的，想要简单一点呢，就别贪，因为本关很多地形呢是给武器的，比如下面，这个梯子下去呢是给喷火器。就像这种呢，咱们可以不拿，但是这个冲锋枪一定要拿了。拿完了记着趴下，因为前面有一个重机枪兵。想要玩的顺利一点，还是需要背板的。早年的游戏不背板，基本上很多地方是出剑杀的，一点道理也不给你讲。有趴着的小兵了，趴着的小兵呢，他是会开枪的，这里要小心一点。而且这个地方你如果停留时间比较长，是有几率出一个开着直升机的兵的。咱们在红白机的1代见过那个兵种，它是第5关的 BOSS， 但是这里那个兵种可是非常的狠，它是扔炸弹的，这个炸弹落在地上之后会炸出很多的子弹，非常难躲。好，利用一下地形吧。好，在这边把那2个干掉，这样就简单多了。因为下边的敌方的兵种还是比较多的，而且是混合兵种，
咱们不能保证一口气能冲过去。如果你中间停留了、出刀了，很容易就挂了。哎，刚才跟这个小兵啊，同样这个梯子也是一个双行道。上到最上层，这里看见咱们被俘的同伴了，这就是最终 BOSS 战不远了。看前方这个榴弹炮真的大，我到上面干掉他们。好，你看啊，我背后那个小兵走过来之后呢，在我背后停了一下，他是在干嘛呢？他是在掏刀。所以说他停留这一下就给咱们机会了。那如果是红白机版呢，他直接就把咱们撞死了。哎呀，坦克，按 F 啊，按 F， 给炸了，浪费啊！虽然是个坦克，但是，是吧？好了，这样咱们救出了同伴。这里大家注意啊，咱们救出了5个，但一会儿护送的时候呢，只有3个。好，开始护送。护送的话呢，身前和身后会上来士兵，有的同伴呢他受伤了，走得比较慢，所以说咱们要尽力保护一下，尤其是身后的。没有武器的情况下呢，你就要慢点走了。有武器可以稍微浪一点。这3个同伴你趴下呢，他们也会趴下的，并且呢，他们站立的时候，站那不动的时候，你站在中间，你刀的左边和右边正好能把这3个人覆盖起来，比较安全。其实我完全可以不用打这么累，这3个同伴呢救出1个就算通关了。但为了完美一点，还是把他们全都带出去吧。前方不远就是直升机了，可惜我的冲锋枪子弹没有多少，上一关打 BOSS 的时候没少用。已经到了，好，把这个冲锋枪用掉了啊！好，上飞机了，上飞机呢就通关了。可以看出游戏的素质还是不错的，它的道具可以积累，可以切换，可以跨越关卡之间继承，而且呢，流程我感觉难度的曲线也比较合理。游戏当中还有一些地道，里边隐藏了一些道具，有一点点收集的元素。背景贴图呢也是多层的，那游戏素质确实是可以对得起绿色兵团这个招牌了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绿色兵团2代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咱们任务完成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